什么是克隆技术？在深入探讨克隆技术之前，让我们先理解这项技术究竟是什么。克隆最初来源于希腊语，原本的意思是树枝，指通过扦插树枝来培育出与母猪完全相同的新植物，这大概是最原始的克隆形式了。农民们几千年前就在使用这种方法繁殖果树和花卉，而今天我们所说的克隆技术，指的是在分子、细胞或个体水平上，创造出与某个生物体的遗传物质完全相同的复制品。这里的关键在于完全相同，克隆体与供体拥有完全一致的 DNA 序列，就像照镜子一样，看到的是同一个生命蓝图的不同载体。要理解克隆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个最基本的生命单元细胞。每个生命体，无论是路边的一株小草，还是深海里的一条鲸鱼，都是由数以万亿计的细胞组成的。而在每个细胞的细胞核中，都存储着这个生命体全部的遗传信息，我们称之为 DNA。 这些 DNA 像是生命的密码本，记录着一个人、一只猫、一棵水稻的所有特征。它会长多高，眼睛是什么颜色，对某些疾病有没有抵抗力，甚至它的性格是温顺还是暴躁。克隆技术的核心原理其实并不复杂，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个体细胞的细胞核移植到一个已经去除细胞核的卵细胞中。这个去核的卵细胞就像是一个空房子，什么遗传信息都没有，而体细胞的细胞核则携带着完整的生命蓝图。当科学家用微小的玻璃针把这个细胞核小心翼翼地移入卵细胞后，奇迹就发生了。这个重新组合的细胞开始像受精卵一样分裂，逐渐长成一个完整的胚胎，最后发育成一个新的生命个体。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不能用普通的体细胞直接培育新个体呢？这是因为在生物体的发育过程中，体细胞已经特化了，皮肤细胞只会长成皮肤，肌肉细胞只会长成肌肉，它们已经关闭了自己的万能模式。就像一个已经选择了固定职业的成年人，你很难再让他从头学起，成为一个完全不同领域的专家。而卵细胞则不同，它本身就是一个全能的起点，能够激活沉睡在体细胞核中的全部遗传信息，让一切重新开始。1996年，世界见证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一只名叫多利的绵羊在苏格兰的一家研究所里诞生了。这不是一只普通的绵羊，它是世界上第一只用成年体细胞克隆而成的哺乳动物。在多利之前，科学家们已经成功克隆过青蛙、蝌蚪，甚至哺乳动物的胚胎细胞，但从来没有人成功用成年个体的体细胞完成克隆。多利的诞生证明了爱因斯坦曾经的一个猜想，在一个生命体内，携带遗传信息的细胞核依然保留着发育成完整个体的全部潜能。就像一本书，你可能已经翻到了某一页，但只要你愿意，你依然可以重新阅读整本书。多利的诞生过程听起来简单，但背后的技术难度却是惊人的。科学家们进行了277次尝试，只有29个胚胎成功发育成早期胚胎，而最终只有多利一个幸运儿来到了这个世界。成功率
不到0.4%，比买彩票中大奖的概率还要低得多。但是，正是这个不到0.4%的成功率，开启了克隆技术的新纪元。从那一刻起，复制生命从科幻小说走进了现实世界。多利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实验的产物，它有着自己的生命轨迹。它像普通绵羊一样长大、恋爱、结婚、生子。它与一只叫大卫的威尔士山地羊自然交配，先后产下了6只羊宝宝，过着幸福美满的羊生。但是，多利也带着一些令人担忧的健康问题。他患有关节炎和肺病，这些疾病在他6岁时就已经出现。对于绵羊来说，这个年龄还算是中年。多利最终的命运是在2003年，因为严重的肺病被实施安乐死。他的寿命只有普通绵羊的1半，这让科学家们开始思考，克隆技术是否会在复制生命的同时，也复制一些隐藏的伤痕。这就要说到一个重要的概念了，表观遗传学在 DNA 序列之上还有一套精细的调控系统，决定着哪些基因被开启，哪些被关闭。这就像同一份乐谱，不同的指挥家会演奏出不同风格的音乐。克隆体的 DNA 序列与供体完全相同，但它们的表观遗传调控却可能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会影响到克隆体的健康和寿命。尽管如此，克隆技术依然在不断前进。多利之后，科学家们又成功克隆出了小鼠、牛、猪、羊、猫、狗、兔子、马等多种哺乳动物。每一次克隆成功，都在证明一个道理：生命的复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技术上正在变得越来越成熟。而最近几年，一个更令人兴奋的项目正在悄然推进猛犸象的复活计划。第2章，冰封万年的呼唤，猛犸象复活，为何即将成真？在所有的克隆梦想中，复活猛犸象大概是最浪漫的一个。这不仅仅是因为猛犸象是一种令人敬畏的史前巨兽，它们身高可达4米，獠牙弯曲如月牙，浑身覆盖着浓密的棕红色毛发，在冰河时代的苔原上成群结队地漫游。更重要的是，猛犸象的灭绝与人类文明的兴起几乎同步。当最后一群猛犸象在北极的弗兰格尔岛上消失时，金字塔已经耸立在大地上，人类已经学会了冶炼青铜。想象一下，当清晨的阳光洒落在西伯利亚的冻土带上，一个毛茸茸的巨大身影缓缓走过地平线，那是猛犸象，一个已经消失了4000年的物种。这样的场景或许很快就会出现在现实生活中。2024年，美国某生物技术公司宣布，他们已经从保存完好的猛犸象样本中提取了高质量的细胞核，并成功将其植入了去除细胞核的大象卵细胞中。虽然目前还只是处于早期阶段，但这一步的意义却是里程碑式的。为什么猛犸象的复活比其他灭绝物种更有希望呢？这要从它们的保存条件说起。在西伯利亚的冻土层中，温度常年维持在零下几十度，就像一个天然的巨型冰柜。猛犸象死去之后，它们的身体往往被迅速冻结，皮毛、肌肉甚至内脏都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保存。1901年，
一位名叫博尔佐夫的俄国商人，在一次偶然的探险中，发现了一具保存惊人的猛犸象尸体。这具被后人称为博尔佐夫猛犸象的标本，皮肤依然完整，肌肉组织清晰可辨，甚至连他最后的晚餐，他胃里未消化的植物都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这为提取高质量的遗传物质提供了可能。想象一下，一具沉睡了数万年的生物，它的 DNA 链条还能够被完整的读取，这就像是找到了一本被时间冻结的食谱。虽然纸张已经泛黄，但文字依然清晰可辨。科学家们已经成功对多只猛犸象的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发现它们与现代大象有着极为亲密的血缘关系。猛犸象与亚洲象的基因相似度高达 99.6%，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要用克隆技术复活猛犸象，需要的技术接口已经非常接近了。但是，复活猛犸象面临的挑战依然是巨大的。首先是遗传物质的质量问题，即使保存在永冻层中，数万年的时光依然会对 DNA 造成损伤。DNA 会断裂成碎片，会发生化学变化，就像一张老照片会褪色、会模糊一样。科学家们需要像拼图一样，把这些碎片化的 DNA 重新拼接起来，这是一个极其精细和复杂的工作。好在现代基因测序和生物信息学技术的进步，让这种古代拼图游戏变得不再那么遥不可及。第二个挑战更加微妙，细胞核的兼容性。猛犸象的细胞核需要植入一个寄主卵细胞才能发育成胚胎。猛犸象最亲近的现生亲戚是亚洲象，但两者的遗传差异仍然存在。这种差异可能导致胚胎发育异常，就像一个法语母语者强行用日语语法说话，总会觉得哪里不对劲。为此，科学家们正在尝试使用大象的卵细胞，同时对胚胎发育过程进行精细调控，尽可能地提高成功率。第三个挑战，也许是最意想不到的母亲的问题。没错，即使克隆胚胎成功发育，它也需要一个子宫来完成妊娠过程。让亚洲象来代孕猛犸象，两者在体型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一只成年猛犸象的体重可达6吨，而亚洲象的体型虽然也不小，但怀上一个史前巨婴可能会面临极大的风险。有科学家提出，可以尝试使用人造子宫来培育克隆胚胎。也有科学家在研究，是否可以将猛犸象的胚胎植入体型更大的非洲象体内。这些方案都还在探索阶段，但每一步的进展都在让梦想变得更加真实，让我们的思绪再飞得更远一些。如果猛犸象真的被成功复活，它们将不仅仅是一个活的展品。科学家们的真正愿景是让这些史前巨兽重新扮演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猛犸象曾经是北极苔原的生态工程师，他们践踏雪地，折断树木，传播种子，为无数物种创造着生存空间。通过在野化项目，复活后的猛犸象有望帮助恢复北极的草原生态，减少永久冻土层的融化，从而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宏大的计划，但它确实正在被认真考虑和实施。在2017年的一次演讲中，
一位著名的生物技术企业家就展示过他的复活猛犸象计划。他描述了一个愿景，在未来将第一批毛茸茸的猛犸象重新放归北极野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的团队正在从西伯利亚冻土中采集猛犸象样本，提取高质量的遗传物质，然后逐步用亚洲象的基因来修补猛犸象基因组的缺陷。最终，他们将创造出一个猛犸象与大象的杂交胚胎，再通过代孕母亲孕育出真正的猛犸象。这个计划虽然听起来有些疯狂，但它背后有着严肃的科学基础和生态学考量。复活猛犸象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类对史前生物的好奇心，更是为了修复一个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损失。当我们的祖先挥舞着长矛围猎猛犸象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巨兽的消失会如何改变地球的面貌。如今，我们或许有机会通过科技的力量，稍稍弥补那个古老的遗憾。当然，关于复活猛犸象的讨论也引发了一些深层的伦理思考。如果猛犸象真的被复活了，它们将面临怎样的生活条件？它们能否适应已经改变了几万年的环境？一只被人类制造出来的猛犸象，是否还是真正的猛犸象？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它们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科技与自然、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应有的关系。第3章，侏罗纪的幻影，为何恐龙的复活只能是幻想？说完了即将成真的猛犸象复活计划，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另一个同样令人着迷的话题——恐龙复活。这大概是克隆技术在大众想象中应用最广泛的场景了。侏罗纪公园里，科学家们用琥珀中保存的蚊子体内血液的 DNA， 成功克隆出了一只只活生生的恐龙。这个场景如此令人难忘，以至于很多人真的相信，有朝一日我们也可以走进一个恐龙公园，亲眼看看这些史前霸主的风采。遗憾的是，这种幻想在目前的科学条件下几乎不可能实现。为什么呢？让我们从 DNA 的半衰期说起。DNA 并不是一种稳定的分子，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分解。科学家们曾经对恐龙 DNA 的寿命进行过详细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令人沮丧。在最佳保存条件下， DNA 的半衰期大约是521年，这意味着每过521年， DNA 分子中有一半的化学键会断裂，再过521年只剩下1/4，再过521年只剩下1/8。以此类推，大约在680万年后， DNA 中的遗传信息就会被降解到无法读取的程度，而恐龙最后一次出现在地球上是6600万年前的事情。那时候，地球上刚刚经历了一场大灭绝，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击了地球，引发了全球性的灾难。恐龙以及地球上75%的物种都在这场灾难中永远消失。从那以后，6600万年的时光已经流逝，即使在最理想的条件下，恐龙 DNA 也早已碎裂成无法拼凑的碎片。你可能会问，琥珀中的蚊子呢？那不是可以完美保存昆虫和它吸过的血液吗？事实上，侏罗纪公园中的这个设定
虽然在1993年的电影中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科学家们很早就指出，这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首先，琥珀确实是一种出色的防腐材料，它可以阻止水分和微生物的侵入，但它无法阻止 DNA 的化学降解。其次，琥珀中的蚊子体内能保存多少恐龙血液呢？一只蚊子吸饱了血，它的胃里可能只有几纳升的血液，这个量太小了，小到根本不足以提取出完整的恐龙 DNA。更重要的是，任何被保存在琥珀中的生物体都会受到时间流逝的不可逆损伤。2012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即使是从150到130万年前的琥珀样本中提取的 DNA， 其碎片化程度也已经非常严重。那么，如果我们抛开 DNA 的限制，假设我们能够获得完整的恐龙基因蓝图呢？事情依然不简单。即使我们拥有了恐龙 DNA 的全部序列，我们还需要知道这些基因是如何调控的。恐龙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基因的表达有着严格的时间和空间顺序，哪些基因在哪个阶段被开启关闭，它们之间的调控关系是什么？这些信息都存储在表观遗传层面，而不仅仅是 DNA 序列本身。要重建这样一套完整的发育程序，其难度不亚于重建一座被完全摧毁的城市蓝图。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我们没有合适的代孕母亲。恐龙蛋的大小从鸵鸟蛋到鸸鹋蛋不等，有些巨型恐龙的蛋甚至更大。无论哪种恐龙，都不可能找到体型相近的现生鸟类来代孕。最大的现生鸟类鸵鸟虽然体型不小，但与真正的巨型恐龙相比，依然相差悬殊。而那些体型较小的恐龙，虽然可以用鸵鸟蛋来孵化，但孵出来的恐龙能否健康存活，又是另一个完全未知的领域。当然，科学家们并没有完全放弃复活恐龙的想法。有一些研究团队正在尝试用基因编辑技术，在鸡的胚胎中唤醒恐龙的一些特征，比如更长的尾巴、更长的爪子、更加原始的颌骨结构。这些研究被称为返祖演化学或基因考古学。通过这种方法，科学家们已经培育出了一些具有恐龙特征的鸡胚胎，比如尾巴更长的鸡，爪子更像恐龙的鸡。但这些研究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要创造一只恐龙，而是探索鸟类进化历程中的基因变化，帮助我们理解生命演化的奥秘。所以，当你在电影里看到霸王龙张开血盆大口的时候，请记住，那只是一个美好的幻想。恐龙，这个统治了地球 1.6 亿年的庞然大物，它们的基因密码已经永远消散在时间的长河中。但是，正是这种不可复制性，反而让这些史前生物更加令人神往。它们是属于那个遥远时代的精灵，我们只能通过冰冷的化石和斑驳的岩层，去想象它们曾经的辉煌。这个认识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每一个活着的生命都是宇宙演化的奇迹，是亿万年进化的结晶。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当我们谈论克隆技术，谈论复活灭绝物种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意识到，我们最应该保护和珍惜的是那些依然活着的生命。
它们是我们的同时代伙伴，是地球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4章，生命的多米诺克隆技术的其他应用与突破。如果说复活猛犸象和恐龙太过遥远，那么让我们把视线收回到更近的现实，克隆技术的应用早已不仅仅是复制生命这么简单。在很多你可能意想不到的领域，克隆技术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首先，让我们谈谈宠物克隆，这大概是克隆技术最贴近普通人生活的应用了。当我们心爱的宠物离开我们的时候，悲伤往往是难以承受的。很多主人会想，能不能再养一只一样的宠物呢？他们能不能保留那份熟悉的温情和记忆？克隆技术正在帮助一部分人实现这个愿望。世界上第一只商业克隆宠物诞生于2004年，是一只名叫尼基·布兰登的克隆狗。它被捐赠给了一位在911事件中失去了自己爱犬的女士。当这只克隆狗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它的外表与原来的布兰登几乎一模一样，但在行为上却表现出了一些不同的特征。这让很多人开始思考，克隆能够复制生物体的外观和某些生理特征，但它能够复制灵魂吗？那份独特的情感，那些一起经历过的故事，真的能够被复制吗？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克隆宠物与共体宠物拥有完全相同的 DNA， 它们在体型、颜色、某些行为模式上会非常相似。但宠物的性格不仅受基因影响，还受到后天环境、成长经历与主人的互动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就像一对同卵双胞胎，虽然基因完全相同，但长大后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人生际遇。所以，如果你克隆了你的猫，你可能会得到一只外观相似的猫，但它是否会在半夜跳上你的床，是否会发出那种独特的咕噜声，这些都无法保证。尽管如此，依然有越来越多的主人选择克隆他们的宠物。根据一家克隆公司的数据，截至2023年，全球已经有超过1000只克隆宠物诞生，包括猫、狗、马等动物。这些主人选择克隆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延续与已故宠物之间的特殊情感纽带，有的是因为宠物有着特殊的技能或工作能力，比如导盲犬、搜救犬。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种选择都反映了一个深刻的人类情感。我们希望自己真实的东西能够永存，但宠物克隆也引发了不少伦理争议。有人认为，克隆一个宠物是在商业化生命，把一个独特的生命变成了可以量产的商品。还有人担心，克隆宠物可能会让人们不愿意去领养那些流浪动物，因为与其养一只来历不明的猫，不如克隆一只知根知底的。这些担忧都有一定的道理，社会对于克隆宠物的态度也在争议中逐渐形成。除了宠物克隆，克隆技术在其他领域也有着令人期待的应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可能是再生医学领域。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场景？一个人因为器官衰竭濒临死亡，医生告诉他唯一的希望是等待器官移植，但移植名单上排着长长的队，可能要等好几年。正当他绝望的时候，医生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他的新器官已经在实验室里培育成功了。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但再生医学正努力让它成为现实。再生医学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克隆技术或干细胞技术，在实验室中培养出新的器官和组织，用于替换人体受损的部分。这项技术的实现路径有几种，一种是利用患者的体细胞进行克隆，培育出胚胎干细胞，然后诱导这些干细胞分化成所需的组织或器官。另一种是直接利用干细胞技术，诱导干细胞定向发育成特定类型的细胞。想象一下，如果这项技术成熟了，将会带来怎样的革命？我们将不再需要等待器官捐献，不再需要担心器官排斥，不需要服用抗排斥药物，甚至可以培育出比原装器官功能更好的升级版器官。据一项统计数据显示，仅在美国，每年就有超过10万人在等待器官移植的名单上，平均每天有17人在等待中失去生命。再生医学的发展有望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此外，克隆技术还可以应用于濒危物种的保护。你可能会问，既然克隆可以复制生命，那是不是可以用它来拯救那些濒临灭绝的动物呢？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是还需要一些技术突破。世界上已经有一些克隆保护的成功案例，比如中美科学家曾在2001年成功克隆了一只濒危的亚洲野牛，这是世界上首次克隆濒危哺乳动物。2015年，科学家们又成功克隆了一只濒临灭绝的黑足猫。这些案例证明了克隆技术在物种保护中的潜力，但克隆濒危物种也面临着特殊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克隆需要高质量的遗传物质，而濒危物种往往数量稀少，很难找到合适的供体。更困难的是，如果一个物种的种群已经极度萎缩，它们的遗传多样性会严重下降，近亲繁殖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用克隆技术来增加种群数量，虽然数量上去了，但遗传多样性的问题依然存在。所以，克隆技术在濒危物种保护中更像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它可以作为保护工作的辅助手段，但不能替代保护栖息地、减少人类威胁等根本性的措施。克隆技术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应用：农业。通过克隆技术，科学家们可以培育出具有优良性状的农作物，比如可以克隆出产量更高的水稻、抵抗病害的小麦、口感更好的水果。这些克隆作物如果通过了安全评估，有望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贡献。想象一下，当我们的后代走进超市，挑选着那些产量更高、营养更丰富、口感更好的克隆蔬果时，他们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些食物背后的科技，但正是这些科技的发展，让人类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人口增长的挑战时，多了一件有力的武器。第5章，生命可以复制吗？克隆技术的伦理困境。任何一项强大的技术都会引发深刻的伦理思考，克隆技术也不例外。当我们具备了复制生命的能力，我们是否也应该复制生命呢？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它们值得我们认真思考。首先，让我们直面一个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人类可以被克隆吗？从技术上讲，人类克隆并没有原理上的障碍。既然我们已经成功克隆了绵羊、猪、牛、猴等哺乳动物，理论上人类的体细胞克隆也是可行的。2008年，美国和以色列的科学家宣布，他们成功在实验室中制造出了人类克隆胚胎，并在受精后第10天将其销毁，证明了人类克隆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几乎没有听说过有人真的要用克隆技术复制人类呢？这里面有深刻的原因。第一，安全问题。克隆技术的成功率至今仍然非常低，多利的诞生经历了277次尝试才成功1次，这样的成功率对于人类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没有父母愿意自己的孩子冒着99%以上的失败风险来到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是，克隆婴儿可能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2016年，一项对克隆牛的研究发现，克隆胚胎中有数百个基因的表达出现异常，这些异常可能导致出生缺陷或寿命缩短。虽然这些研究还需要进一步验证，但它们已经足以让我们对人类克隆保持谨慎的态度。第二，伦理问题。克隆一个人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复杂的哲学问题。我们知道，克隆体与公体虽然基因相同，但它们是完全独立的个体。克隆的你不是你的备份，而是一个全新的、拥有自己意识和人格的人。他会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自己的成长经历，自己的生命故事。他与你的关系应该如何定义？是兄妹还是另一个你？这些问题，即使是法律和伦理专家也难以给出明确的答案。第三，社会问题。如果克隆人真的诞生了，他们将如何融入现有的社会结构？他们是否有权知道自己的克隆来源？他们是否会被歧视？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答案。在一个还没有准备好接纳克隆人的世界里，贸然制造克隆人，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痛苦。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全球大多数国家和科学组织都明确禁止进行人类克隆研究。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规定，将克隆技术应用于人类是违法行为。许多科学家也呼吁，在技术成熟和社会准备好之前，应该暂停相关的研究。但克隆技术的伦理争议并不仅仅限于人类克隆，在动物克隆领域也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比如克隆动物福利问题，克隆过程涉及多次胚胎移植和妊娠，这对代孕母亲来说是一种负担，而克隆后代可能面临各种健康问题，他们的福利如何保障？这些问题促使各国制定了克隆动物福利指南，要求在克隆过程中尽量减少动物痛苦。还有一个更宏观的问题，克隆技术会不会加剧生命的不平等？如果有钱人可以克隆自己，克隆一个更完美的后代，那是否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分化将进一步加剧？生命是否可以像商品一样被定制？这些问题虽然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它们迫使我们思考科技进步的边界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使用这些强大的工具。在克隆技术的伦理讨论中，有一个观点值得我们关注：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关键在于如何使用它。一把刀可以用来切菜，
也可以用来伤人。克隆技术可以用来治愈疾病，保护濒危物种，也可以被用于不负责任的目的。关键不是禁止技术，而是建立合理的规范，确保技术被用于造福人类和地球的目的。历史上，许多新技术都引发过类似的恐慌和争议。火车刚刚发明的时候，有人担心它会让女人子宫脱落；互联网出现的时候，人们担心它会摧毁传统文化；基因工程诞生的时候，公众曾一度极度恐慌，但最终，这些技术都找到了自己合适的位置，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克隆技术或许也是如此。第6章，时间的褶皱。当科技触碰生命的边界，让我们暂时离开具体的克隆技术细节，把目光投向一个更加宏大的问题：时间与生命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永恒。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寻找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秘诀。从秦始皇派遣徐福出海寻仙，到古代炼金术士尝试炼制长生不老丹，再到现代各种抗衰老保健品的风靡，这些努力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心愿：不想失去我们珍视的一切，不想与我们爱的人告别，不想让美好的时光流逝。克隆技术的出现，似乎给这个古老的梦想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如果生命可以被复制，那死亡是否可以被克服？如果我们挚爱的人离开了，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克隆来留住他们？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想法，但它建立在对一个根本性事实的误解之上：克隆可以复制基因，但无法复制时间。你的宠物狗的克隆后代虽然基因相同，但它永远不会是你那只陪伴了你15年的狗。它不会记得那些你们一起散步的清晨，那些它依偎在你身边入睡的夜晚，那些它在你难过时安静陪伴你的时刻。时间在每一个生命中留下的独特印记是无法被复制的。同样的，即使我们可以克隆一个自己，那也是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全新的故事。我们的人生经历，我们的记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痕迹，都是独一无二的。克隆体会有自己的成长轨迹，自己的人生际遇，自己的喜怒哀乐。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人不是你，而是一个继承了你的基因，却有着完全不同生命体验的另一个你。这让我想起了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曾经写过的一个故事：在未来世界，人们可以完美复制任何物体，甚至可以复制人。但当主角真的克隆了自己之后，他发现这个自己并不理解他为什么会做某些选择，为什么会有某些恐惧，为什么会对某些人念念不忘。克隆体是一个不同的人，只是恰好拥有相同的基因罢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生命不仅仅是一套基因代码，更是一段在时间中展开的独特旅程。我们的独特性不是体现在 DNA 上，而是体现在我们的经历、我们的选择、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我们对世界的独特理解上。但克隆技术依然有其独特的价值，只是这种价值不在于复制永恒，而在于修复破碎。想象一下，一个孩子因为疾病失去了某个器官，
传统的方法是等待捐献者，但这可能要等很多年。克隆技术或干细胞技术可以在实验室中培育出新的器官，既不需要等待捐献，也可以避免排斥反应。这样，克隆技术就成为了治愈疾病、重建生命的工具。想象一下，一个物种因为人类活动而濒临灭绝，如果我们能够在最后一个个体消失之前保存它们的遗传物质，或许有朝一日，当它们的栖息地得到恢复，当人类意识到保护它们的重要性时，我们可以让它们重新回到这个世界。想象一下，一个家庭因为宠物的离去而陷入悲伤，对他们来说，一只外貌相似的克隆宠物或许不能完全填补那份空缺，但它可以成为一个新的陪伴，一个新的生命旅程的开始。在这些场景中，克隆技术不是要复制过去，而是要创造未来。这不是对时间的否定，而是对时间的重新理解。时间是生命的维度，也是意义的维度。正因为时间是有限的，我们的生命才是珍贵的。正因为时间是流逝的，我们的记忆才是宝贵的。克隆技术无法让时间倒流，但它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创造更多的可能性。第7章，当夜晚来临，科技与生命的和解。夜深了，窗外的星光依然在那里，它们穿越了亿万光年的距离来到这里，就像时间本身一样古老而沉默。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克隆技术的事情，从多利羊的诞生到猛犸象即将复活，从宠物克隆的情感纠结到再生医学的美好前景，从克隆技术的伦理困境到时间与生命的深刻思考，这一切都指向一个核心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生命的有限性？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但或许我们可以从克隆技术中获得一些启示。克隆技术告诉我们，生命是可以被备份的。虽然克隆体不是原来那个人，但他们确实验证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生命的蓝图可以被保存、被传递。这意味着，即使一个生命消失了，它的遗传信息依然可以被保留在世界上。这不是永生，但它给了一些人慰藉，给了一些物种希望。克隆技术也告诉我们，生命不仅仅是代码，就像一张乐谱，可以被演奏成不同的旋律。同一套基因可以产生不同的生命形态。这意味着，即使未来我们真的能够完美复制基因，我们依然无法复制一个完整的生命，因为每个生命都是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在时间的流逝中，在无数选择和际遇中逐渐展开的。这个认识或许可以让我们对生命多一份敬畏，对时间多一份珍惜。当我们想到克隆技术可能带来的未来，我们不应该只是恐惧或期待，而应该思考，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世界？我们希望科技服务于怎样的价值？如果我们选择用克隆技术来延续爱，那么它就是治愈的力量。如果我们选择用克隆技术来复制特权，那么它就可能加剧不平等。如果我们选择用克隆技术来保护濒危物种，那么它就是生态的守护者。如果我们选择用克隆技术来制造武器，或追求不负责任的商业利益，
那么它就可能成为毁灭的力量。科技本身无法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我们可以借助科技来重新审视自己。夜晚是最适合思考的时刻，当白天的喧嚣退去，当我们终于可以在黑暗中与自己独处，我们的思想可以飞得更远。想象一下，几万年后的某一天，一个毛茸茸的巨大身影缓缓走过北极的苔原，那是一只猛犸象。它的基因被保存了数万年，被科学家们用爱和智慧重新唤醒。它不是6600万年前那个时代的猛犸象，但它是生命的延续，是地球记忆的一部分。看到它的人，或许会想起我们这个时代，一个科技与自然交织的时代，一个人类开始学会与其他物种共处的时代。再想象一下，一只克隆的宠物狗在公园里奔跑，它有着与已故宠物相似的花色，但它正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故事。它的主人看着它，心中既有对过去的怀念，也有对未来的期待。怀念和期待并不矛盾，它们都是爱的一部分。生命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一个网络，一个生态，一个在时间中展开的宏大叙事。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都是这个网络中的一点，都是这个叙事中的一个角色。克隆技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不仅仅是信息的载体，我们更是意义的创造者。夜更深了，当你听完这个节目准备入睡的时候，希望你带走了一些新的知识，也带走了一些新的思考。关于克隆技术，你可能还会想很多问题。为什么多利羊会早衰？克隆动物的肉和奶可以安全食用吗？复活猛犸象真的能帮助应对气候变化吗？这些问题都很好，都值得继续探索。科学的力量就在于，它永远在前进，永远在提出新的问题，永远在打开新的可能性。最后，我想用一个小故事结束今晚的分享。很多年前，一个小男孩在博物馆里看到了一具猛犸象的化石，他被那些巨大的骨骼震撼了，心想，这些巨兽如果还活着，该有多好。几十年后，他成为了一名科学家，加入了复活猛犸象的研究团队。他说，小时候的梦想现在正在变成现实。是的，科学就是让梦想照进现实的那束光，它让我们看到了可能性，也让我们承担起了责任。克隆技术不只是一个实验室里的技术，它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关于生命的想象和期待。谢谢你今晚的陪伴。如果这个话题触动了你什么，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晚安，愿你有一个美好的梦境。